找到了旅行社，邀您共赏，笑年出发吧！一球共估1、2，又回到我这边来。嘉义县最厉害的是脚力，我一条烟买来好不好？跳起来，注意来！跳被车，直接到 B1。我对脚的有没有？这一次呢，我们的主题是嘉义走透透隐藏版的景点玻璃斋，那就是Google都找不到的地方哦。享受一些云海，我说你成仙了，成仙了，好戏上场了！哇！我要带你去吃一个坚持用古法炖煮的当归鸭，这感觉就很可口了。那我们今天要鸭宝，看到底吃哪一个会比较好？有请鸭王，皮很漂亮有那个红糖的香气。对，佳佳哥哥，你喜欢吃沙拉吗？我喜欢吃沙拉。有一个台湾数1数2水跟菜，而且那个颜色之多，会让你眼花缭乱。这是生食级的。第一次吃生菜可以吃到这么刷厨。有一个行程是特别为你准备的，我看到它我会很激动、感动，却不敢乱动。是一个超级厉害，我们嘉义的海鲜塔，又来痛一次啦！哇，等，精华中的精华。哇，不可思议！为什么叫做呢隐藏版？其他里面讲我的摘。对呀，他 Q 我们出发，拜托你赶快带我去。晓得嘞，出发吧！你现在来到这边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，它是在陆上养殖的海底龙须菜。其实，在国外有很多的国家，它是有养殖，大家都养在海里面，很少有像我们这边是养在陆地的池子里面。这个顺口溜你有背起来了吗？养在海底里面，陆地上的龙须菜。错，陆地上养在海里面的龙须菜。对，通关密语。蔡老板你好。蔡老板，瑞佳你们好。你今天饰演的是猪八戒。第八改。来，是等下我们要去打捞的工具啦。什么叫做海底的龙须菜？到底什么东西？其实，在台湾很早就有养殖啊。现在龙须菜我们养完之后是要卖到东北角，给九孔鲍鱼还有海胆当饲料吃的。但是它们的原生不是海里面吗？以前它是要养在海底，但是台湾的气候、地理环境会比较适合养在陆地上。人可以吃吗？人可以吃，非常的美味哦。我就从小吃到大。等一下我有准备几道料理要带你们去吃。好啊。因为我今天等一下要收成一些要拿出去晒，你要跟我去捞一些海藻之后，是我们再去吃海鲜。那我们跳一下，我们就换衣服了。好，1、2、3，跳。对，一般都是有来宾跳。对。蔡董不理我们，就自己下水了。小顺赶快来呀！来了，培养一下情绪。好，慢慢的走下来。会很深吗？大概到膝盖左右。如果腿比较短的话，就到大腿。那我肯定是腿短的。我现在已经过膝盖。我早上还有进了一些水进来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初1、15有3天会有进海水。会涨潮。把握时间。我们应该做什么事？好，你们在走的时候，脚上都有踢到东西吗？有。这个就是海藻啊，就在我们的正下方。我们现在踩在食物上面了。这个海藻它没有根，它在土的上面。等一下你们是不是有拿个芭蕉扇啊？有芭蕉扇。原来八戒先出发了，现在我们到牛魔王了。牛魔王，铁扇公主。对，火焰山。来，怎么挖？水中土的上面这样子爬过去就可以找到海藻，就连土。不要有土哦。好快哦！马上就这样子是？对，这样子太少了，请再多捞一些。我刚被咸了，对不对？怎么好像一个草皮这样？这怎么感觉好像胶质蛮多的？这个养这个菜小心哦，脚粘住，我有那种虱目鱼是？我池子里面也有混养虱目鱼啊。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些，有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养这个海藻，它也会长草啊，是这种流苏菜。为什么我看到紫色的？收成的时候没有剪干净，然后它晒干之后就会变成不同的颜色。它紫色好好看，已经不能吃了吧？不行了，它有不同的做法。做饼干的就要磨成粉，做果冻的就是要把它晒干拿去熬煮。龙须菜这种好养吗？现在最大的养殖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养殖人家越来越少，南部只剩下4户人家在养这样子以后那些鲍鱼、九孔要吃什么？就没有食物可以吃了。这个也是我回来要去做海藻养殖的
的一个原因，可不可以让这个产业继续留下来？哇，你真的好有心哦！它整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虫害什么的？台风来的时候，对还有下大雨的时候，是就很担心，因为那个蔬菜就是会烂掉。但它不是在水里吗？对啊，因为我是用海水来做养殖，哦水池就变不一样了。就是要做循环水，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池子循环哦，循环线要有循环。保持那个水质的稳定。对，哇哦！像它这样子是要多久的时间啊？还是它本来就这样子？它还会再慢慢长得更长一点点。今年台风比较多，2个多月都没有生长，差不多在11月左右才慢慢又发芽出来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它遇到台风心情也会不好，生长素不见了。因为就是雨水多了，加上没有好的水的话，它就会生长迟钝。九孔鲍鱼吃它们吃什么？我们就是要养水，譬如说用一些发酵的鱼或者一些豆粉来养水，它会吸附水中的一些营养分这样子。主要就是水池要顾啊。对，在南部啊，如果看到水比较清澈的，大概就养2个东西，一个是文蛤，一个就是海藻。这个人要吃要怎么吃它呢？捞上去之后挑拣，然后还要清洗的一些动作。它像蔬菜一样，也会有比较老的进入比较粗的，选一些比较嫩芽的。佳佳哥哥，哟，听起来今天的活儿蛮多的。所以这个一定要人工就对了。对，都人工。现在全台湾只剩下1组藻农在收集海藻而已。我是第一次听到藻农这2个字。对啊，剩1组都阿上都已经70、80岁了。就跟北海岸那些海女啊，那些阿嬷都已经老了，对大家没有人要做，也没有年轻人要接了。也是一个那个断层啊。1、2、3，哇，碎啦！哇，洗一洗，哇！它有时间限制的吗？冬天、春天会比较好，最怕梅雨季台风的时候。其他这触感也不错。台湾剩下2种藻可以做成冻的，一个就是石蛙菜，东北角那边。对，海女消失之后，石蛙菜也会越来越少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海底龙须菜啊，因为我也看好它的潜能，就是如果海女都退休，没有人去捞石蛙菜的话，就是你的天下，你就直接垄断了啦。就是剩下龙须菜可以。因为台湾的海藻90%以上都是进口的，养的台湾是我们西部这几户人家，其他都是去野生摘集的，所以也很辛苦啦。这个是台湾种的吗？最早都是从国外进来啦，它已经混了很久之后，现在都很适应台湾的气候了。那它还没长成这样，原本是长怎样？种子吗？还是怎样？它就是会有孢子释放出来，再慢慢长长。所以我们养海藻就是要一直去翻它，去扰动它。因为你帮我捞了很多海藻对，有准备了生猛海鲜要招待你们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不客气了。我们快点可以出旁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收那个网子，比较干帮啊。这里面有养很多东西啊。这里也是养海藻，你仔细看到，因为这里的水也很清澈。对，我们看到还可以看到那个海藻下面有海藻在那边。我做一个小型食物链，就是混养的。刚刚讲的有虱目鱼、螃蟹啊、韩国鱼、白虾都可以。所以我们会有设那个渔网来抓一些海鲜啊。我们看到有标志的，来，地龙网有2根竹竿我们把竹竿找出来找网子。底下这里有耙子可以协助一下，中间把它捞起来，一人收一边呐。对，它头尾都可以倒货出来。对，就从中间往左右2边去赶。我勾了。好，看有什么？有东西吗？我们要用手拿到网子。网钩哎，这是螃蟹。这个网子从中间之后就一格一格收如果有渔获的话，我们就慢慢把它倒下去，这样子一个一个收。有，另外一边有吗？有，快点了。这边也有。它往下跑嘞。对，这样摇一摇。这是蜈蚣鱼，摇一摇，掉到最后。往最后面那边去倒。我准备上来了大丰收我们把它拿到船上对，你穿过这里。厉害。哇！来，那边很多。一人开一边好不好？它是一个活结把它拉一下就可以倒出渔获，要站好不？开箱喽！到了，慢慢倒出来。不错，大丰收！哇，不错，什么都有那个螃蟹很像大闸蟹，好怕被它夹到。开箱。不错，鱼很肥啊。哇塞！这个鱼吃这些藻类就应该很营养了。我们把那个海草拿掉一下。海藻是我们故意放进去的，是因为螃蟹在里面才不会打架。要不然会打架。有时候打架那个脚就会断掉了。我已经看到有一只断掉了。对，所以要放一些海藻把它眼睛遮住，小心那个咬到真的会。那咬到会很开心
会永远忘不了这里。会被 Michael 会一直抖。挑那个比较硬的可以来煮。哦，对，壳比较硬的。哦，不要开玩笑，要跟你寒暄握手。可以丰收。哎，螃蟹在里面。海鲜任务达成。耶！小心哦！技术很好嘞，这他们家一个弯就直接定位了。是甩尾进港啊。小完整的小屋，姐姐，吴师傅，这个是你们刚刚辛苦打捞来的是海藻，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做一个清爽的凉拌，麻烦二位帮我把它稍微拉开，然后放下水穿烫一下，因为太大球它烫下去缩掉以后，我们再吃不好入口。对，穿烫这个步骤是要去掉它的腥味。你觉得我有什么味？绝对的美味。那我要先咬一口才知道啊。下面一位，穿烫要多久啊？然后让它滚个30秒就 OK 了。我们可以发现它颜色会变化哦。好，来，把它拿。拉嘞啊！从小就是专门的拉比赛。刚刚我们看有一大锅饭，那是丢了。人家说怕波彩，这个是老公回来发现你偷卖掉还是偷吃掉了？对，下到冷水里面，我们要去让它冰镇一下，冰镇一下变成酥酥脆脆。蒸完以后，我们会待会要把它捞起来，沥干。沥干完以后，我们就会像这样子变翠绿了，变比较翠绿一点点。那这样东西我们要先把它加下去。来，好，第一个红萝卜，姜，酸，再来我们要下我们的调味料，我们的最佳主角，它是我们的海藻加凤梨熏酿造的哦，海藻醋，它算果醋的一种，凉拌菜加果醋会有一个比较天然的甜味。1、2、3，第二种的话，这是什么？味淋。再来我们的砂糖，哇，这个手势哇，太棒，专业呗。酱油膏下2匙，不是，好像枇杷膏。酱油多少？2匙。因为海菜本身它不会吸收酱料，所以我们的酱料多一点，要重一点。对，香油，好多少？1匙。因为你们有戴手套，用手下去把它抓揉。不是用掐的，是把它拌一下，平均搅和。我们不是在掐抹布，我们要让它的料平均的融混在里面，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装盘一下。来，就看看你的艺术系，来我看看，快上！来，抓一坨就看今天几个客人了。 OK， 刚好一人一坨，一球。我们就请这个艺术总监小帅，来盘一下。对，你既然要分堆了，就要把它分好，感觉不错嘞。好，来，那就忍不住了，一人一坨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海藻它对身体有什么帮助？可以帮助到我们肠胃道的蠕动，然后它也是减肥的圣品，不用，本身有饱足感，所以加了这个醋，酸酸的，最开胃了。开胃了，口感是脆的，这个好好吃哦。没有想到我刚刚下的调味料竟然那么刚好。你现在吃完了，不是还有其他好料吗？你说等一下还有很多好的，我们后面还准备很多哦，上桌吃喽！耶！黄金海藻，现在试试看，跟刚刚的不太一样。它吃起来比较绵密一点，红萝卜泥就本身把它整的粘住了，这个也好吃。非常脆。都听到你们的咀嚼声音，哇啦哇啦哇！对，很脆，很好吃。这个好特别它哦。这个是这个我从小吃到大的煎蛋海藻煎蛋，它对人体很健康啊，水溶性30纤维很多，对肠胃的蠕动非常的好，跟蛋一起煎，就会有那种焦香的那种，香酥，对，香酥。香。那个嚼劲特别的棒。然后我们刚刚有捞到螃蟹，这个叫什么蟹？昂锦跟菜锦，不管它是什么蟹，就一定要很感谢。很感谢，Thank you。哇，你知不知道？哇，来看一下，公的有高，上下，对，是不是有台风来？好鲜甜哦。它蛮肥美的，因为池子里面它有食物可以吃。每一只都肥滋滋的，因为像螃蟹，我们不会分大小只啊，就是那个壳有硬的时候就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哇呀！
所以你去买螃蟹，是不是敲敲它的壳，是不是杂巴的？我们会摸这边，有时候很大只啊，它可能旁边还很软，就不能吃。里面没有肉。对它，因为螃蟹会换13次的壳啊，所以它换完壳有扎实的时候，就是摸着壳边边，越硬的就是肉会越扎实，越饱满。你看，对，这样子可以选。还为什么它拖13次？你会知道？他有告诉我，因为螃蟹喜欢打13张。带壳烤的啊，哇，带壳烤。你现在是忘记是为什么它的肉都这么饱满啊？这种带壳烤，还有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年份就不可烤。干冰啊干冰，哇，这个是肥到哇，赞赞。修爆啊！还有海味还在，很鲜日，很鲜很鲜很鲜。在地吃起来会比较鲜一点点。哦，在地啊，哦，真的是蛮鲜的海味啊。啊，另外一个是环纹蛤，野生的，公鸡要跟恰水啊。你会发现他们这里的蛤蜊很甜。这个蔡家的那慢慢个把它翻起来，盐烤台湾标，可以了。这个肚子边的特别好吃啊。有很眼熟吗？我们刚刚是有一面之缘，刚刚现抓的鱼啊。你之前在做什么？之前我是在做一个手工艺的老师，刻贝艺术，还有做袖珍艺术。原来这个地方是爸爸在经营吗？对，因为这里我爸爸哦，他以前在养文蛤，我父亲养的没有很好。哇，你好，讲实话哎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他可以试着去做转型啊，所以我就来养海藻来做转型，就有开发一些鱼市体验的活动，让客人来玩那个划船啊、下水蹦蛤蟆，还有钓鱼啊，体验一下炭烤的活动这样子。好像你在那个藻类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对做了很多甜点是。对，刚刚我们有提到台湾的海藻越来越少人在养殖，要卖的对象都是九孔鲍鱼的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你看这么好吃的食物，对啊，应该要去分享啊。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些的海藻的料理、伴手礼这样子。饭后甜点，我开发了很多那个休闲食品啊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，不用去特别介绍，拿了就吃。来到嘉兴，对，还有烤海苔，这是今年大卖的一个产品啊。海苔，烤海苔不是用炸的哦，用那个烤的，好脆哦！哇，对，这个好就吃。今天买很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好吃哦，很刷嘴。椒盐跟酱烧啊，花了很多时间的去做研发，在食品的部分就要跟很多的老师去做合作，才能开发出好的产品。我觉得这一只会大卖哦，这一只。这太好入口了，大人、小孩、老人这种咬不动的，这个一定要吃掉了。所以我觉得要开发那个海藻，就是让大家都认识它。但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很现代，这样，这是海藻脆饼。因为现在我们在做啊，都尽量不要去做添加的，比较健康的，又酥又脆，它其实有那种千层的感觉。然后比较深色的那个是什么？藻哈，把它磨成粉之后，它的纤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，然后就会看得到藻。它有点像花生酥，对不对？比较像那个方块酥。方块酥。对，这个是海藻凤梨醋哦，一整小坨小顺。哇哦，微酸的，有层次。这个是海藻冻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干的海藻熬煮出来的冻，多糖体非常的多，像果冻一样。这个有加蜂蜜，加一点蜂蜜，好吃嘞。它就是寒天的口感啊。它是寒天，对啊，日本称它叫寒天，对，很健康。那后续像海藻哦，像我们刚刚在外面，我晒在路边呢，其实也很辛苦因为早期要用9洗9晒的模式，太阳很大要去那边翻晒，这么搞刚哦，可能要1个礼拜的时间。对，所以往这样的方式发展的话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吃到海藻美味的一些食物，这样子。耶，太棒了，你赢了，You win，You win。人生的路从阿公那边的慢慢的把它劝过来，现在呈现出来的每一件商品都是热销的，太棒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未来就靠你了。对。有很多的城镇呢，留下了很多古的建筑物而且都保存得很好。在抓准了一个时机，把它复修之后，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创意空间。这间叫做呢青木青木外科诊所。这个地方呢，你应该很熟，真的很多人来这边拍戏，似曾相识。那我过去呢，我也来过这个地方，但是现在已经改装的呢更有内容。他们从日治时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个公医院，政府的单位，他后来呢改成卫生所。
那后来青木外科诊所主人就把它买下来，这是原汁原味哦，哇！然后那个铁窗哇，跟那个说，哎，你看好复古，那个灯的那种老件都是，对啊，这瓷砖都是原件的瓷砖呢，都留着，连门牌都留着。对，你看。以前的这边肯定是车水马龙的，里面还有很多呢医疗器材，当年留下来的。兔子这个地方啊，过去呢很重要的一个集散中心，因为我知道它是嘉义县的中心。对，你看它这个啊，对，我就是正想问你，对，这边这么多医院跟诊所，第一个就是人口一定有到位，然后呢，在那个时代这么多人愿意到医院去看病，表示这里的人口袋比较深一点点。看个医生哦，对，我会带你来看一下。OK， 你好，佳佳，姐姐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因为我之前只是路过而已，没有想到我们老板竟然在那边当里长啊！对啊，对，建筑物有多久的历史了？哎，96年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全部都是当年的原貌，原汁原味。他们好像有看到医生在办公的地方，诊间吗？不是，整间在这边，那边是会客室，而且这个是阿嬷，阿妈当过国大代表，对，那是药剂师、国大代表、对，也是校长。对，也是校长哦，都重身份，大户人家喽，算是吧。哎，没有否认那个可以算是吧。像这个老照片，就是阿公阿嬷比较年轻的时候。全家啊，你在哪里？还不在。你还在宇宙游泳？你还在空中飘？对，我还在空中飘。华佗先是哦，匾额哎，对，这个是阿公开业的时候亲戚送给他的。阿公是医生，那阿嬷是一个很厉害的女生。对，是。哇，老柜子通通都保留得很好。哦呦，留声机刘先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现在可以用吗？可以。以前的老物件都可以用100年以上，所以刚好在4年它可能就会坏掉。因为96年嘛。啊，对，差4年。哎，保存不容易耶。我蛮好奇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部分就是建筑工法的一种，可以透光跟透气。在那个年代，其实玻璃是很贵的，还可以这样切下来当成一个装饰。他刚才就已经说啦，家里不简单。是。哦，你看都用柴烧杯，你看这个。对。被你发现了。哇，每一个转角都是一个历史的呈现哈。这里就是诊间，这边就是诊间，来，请进。听说呢，这个医生的小孩都很容易当医生，后来有继续传医生吗？叔叔是牙医师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带的哦。不是哦，其实以前他们真的是听得出来卖相，比方说，我现在很紧张，还好，都有在流动，就听得出来他很帅。他里面帅，那如果放在我这边，人家丑1而已，丑得要命。那是阿公的照片吗？对，就坐这里。哦呦，连那个垃圾油都没有换过，证书也在。那个整间都会有一个等待椅，有没有？哦，去搬，哎呦，好创灰呢哈！爱的礼物，初恋的少女，往事难追忆，能会唱哪一首？我只知道他的名字。但这里面我只知道这一首而已，其他爱的礼物不能唱。房子有身份证哦。有在这边，来，你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来这边像像博物馆一样，在寻宝。来跟你们介绍，日本人他们会盖这间房子的时候的上梁仪式的一个吉祥物，这是壁串。这个就是洞闸，然后洞闸我们就说它是这一间房子的身份证，它背后会写谁盖的，几年盖的，然后五帝龙神、王象女神，它属于水神，因为我们是木造的房子，所以怕火，所以要有水神镇住它。哦，哎，对，这个8厘米的电影，对，8厘米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知道8厘米吗？因为从小我们家进清凉，我们家也有。对，好亲和，太我亲你的啦。哇，你们好有创意哦！现在喝饮料都这样用叫的。哎，这个不能喝啊，喝了可能会要急诊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阿嬷跟阿公去日本求学拿去的行李箱，对，真皮的哎。哇，这里面一大堆宝物。对，这是宝贝，是的，宝贝跟宝贝。下次你们到现场来看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你们猜猜看，这是
什么？缩小灯，有创不是意哦因为。前面有这个麦克风，测什么有关系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开关这个收音机，声纳机，有点接近接近的，我知道了，麦克风。不是，来给你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什么？哦，听开音的，对哇，好特别所以我哦。觉得这边是一个喇叭嘛。对，然后以前没有那个超音波的时候，对，没错，看看小孩子还是不是有正在跳动这样子。是。等一下，我要听听。啊，不是，我没有怀孕。哦，你刚刚蹦哒哒蹦哒哦有哒哒蹦，有吃鹅啊？嘿有这有吃鹅啊？哎，在那个时代，就算是一个高级的仪器了哦。很多人来这边拍戏，你应该很懂戏怎么拍的。你是有尬一脚吗？我生命捕手有干那那个，演什么？演什么？在演这种看一下。我是演这边坐着那个病人啊立丢病嘛，啊，你有台词吗？没有，好，我现在给你一句，演一段啊。你先，我有演一段。啊，我们做紧张，你来做紧张哈，预备，5、4、3。你有没有憋不？伊无等咧，等下能不能等来？对不对啊？你来错干了？我看你错干了，我嘛做紧张，这先哦，你错干。哎，拍起来跑啊！啊，通轨，通轨，是拢咧看戏。啊，你录这个啊，男主角你录咩咧？你丢咩啊？你外口，你外口啊？哎，你外口，有住过这边吗？小时候没有，后来嫁进来就开始住这边了。对。那这个房子跟你们的家族之间的关系，你们觉得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房子啊，因为以前阿公阿嬷就是在这边看诊生活。阿公阿嬷去世之后呢，就闲置了大概20-30年，因为没人住嘛。因为我先生他说他是长孙，是他觉得他有使命感，让阿公阿嬷的精神留在这个屋子里面。根要留着啊，对我们的家族，对一个根留在这里。那我做了这件事之后呢，年轻人他有来喝咖啡，然后我们讲故事给他听，他就知道哦，原来我们不只有这2号人物。那如果说那时候你们讲啊，我青菜、古树跟露露的啊，去这种大楼大概分分的，其实这样也就过去了这个世代了。对。但是你看现在一景一物，过年有没有很多亲戚回来这边过年？会啊，阿公也职业了很多年哦。他在45年到75年。民国75年呢？对啊，民国75年。这几回年呢？什么？你这几回？我已经退后，等于做法警了，我已经当了2年的法警了。真的是你们坚持保留下来，我们现在才那个氛围一下子全都来了。你们呢？你跟你老公就把这边变成一个咖啡厅。那我刚刚吃这个好好吃哦，这是开心果，大口一点呐。哎呀，开心果是留给你的，哦，是留给。那个对最好了，好贴心哦。是不是软软绵绵很好吃？其实这个软就刚好让所有人跌进了他的记忆的沙发床上。好舒服，很柔和，而且很绵。但是秋冬姐姐，你该不会叫别人做？对。但是做的真的非常好。啊，这个嘞怎么样？不是啦，那是乌鱼子，因为我们这边临近东石啊，东石就产乌鱼子啊。还是蛮有创意的，因为我第一次吃乌鱼子冰棒，那这是柠檬吧？柠檬皮，甜甜酸，对，它的基底是用海盐，然后因为它又有乌鱼子本身的咸，然后还有牛奶，多层次的那个芬芳哦。哇，好想一整天待在这边。对啊。哎，你们先回去好了。啊，后面我们还会再来的。好的，欢迎欢迎。我们现在进入工业区，算是进步非常大的一个基础。哇，都很大的场进来这里面。我要带你去看一个呢，你真的完全不知道的云海瀑布。你不要骗我好不好？公园去哪的云海啊？然后让你体验到飞瀑从你身边经过。好，我想赶快去体验一下。因为我们看到碳所管，原来是2氧化碳的碳。请问当初老板为什么要创立这样的一个？我们原本在水上就有一个工厂，都是服务其他的企业，扩大经营到跟其他消费者群也有互动。2氧化碳大家只会想到说，它是一个温室气体。创这个馆是想要跟大家说，2氧化碳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方式，还有它好玩厉害的地方。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？先给2位体验我们的云海瀑布啊。
不用到阿里山，我们就可以享受在云里面的感觉。这里就可以体验了。坐到正中间，这里来，一起。现在小朋友也太幸福了吧！来，沿路已经来了。哇塞，我享受一些云海。前面还有荧幕哎，看自己在哪里，然后待会就有太阳从你后面出来，日出就来了。哎，怎么感觉好像在冰箱里面啊？可能过去你们的公司可能是做这个冷冻系统或者是干冰这一类的，没错，我们没错在做干冰。做出来之后是跟大家直接进入这个系统里面。对，它这边好多设施哦。我都已经快要浮出来了。小孙，你成仙了。哎，成仙了。对，你不用担心，你是神仙的朋友了。你开多久了？探索馆这个观光工厂是2020年底开的。这真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第一次听到这种干冰瀑布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完阿里山了，现在我们准备要去看那个神木了。好好玩哦，还可以把它当成球这样慢慢打。来比赛，笨打过去。好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我先啊。碰到就算了。哎，没有破。原来这个另一个功能是洗澡的。然后泡雨。来喽。哎，为什么又接不住呢？弟弟，来。好，我知道。哎，睡。好来。哇，今天天气冷，然后泡泡比较脆弱。这颗大了。哎，你先放下来。它被粘住了。这个。哎，下来。你用你的头接。哇塞！哎，对3次，这根本就是小孩子的天堂吧？佳佳挑战看看打几次啊？小顺刚才打了3次。这个猛的一直不来。2、3、4、5，哎，有了，6、7、1、2，哎，8了，9、10，很坚强哦，来，快！其实是玩也是会累的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它的气体会在里面？这一台泡泡树里面呢，隐藏着泡泡机，对，还有烟雾机，注入烟雾进去我们的泡泡里面，啊，变成这个效果。这个气球好梦幻哦，还是会来传递泡泡。对，双胞胎，又破了，不能动太大。现在这区是我们的冰球游戏体验区，我们要先用干冰来做出那个关键的冰球。这个雪花制造机，我们要怎么操作啊？投币之后按按钮，这个台机器就会做出干冰。开始冒了，然后等下再去压这样子哦。没错，现在满满的一桶哎，哇哦！来，妹，你不用哦，谢谢，我也要。吓死我了！我想说，我觉得你在这边上班已经不怕了。对，做出来里面是像雪花冰的干冰。我们现在呢？再来我们拿旁边的冰球制造机。你的手套是很大，还因为好。我的手套很小，因为我也是。第一个步骤，首先我们要把干冰倒出来，喂，那就把干冰塞进去吧，塞进那个铁桶里面，快。再来我们要把快把握时间，把握时间。我羞嘞，这干冰呢，有时候碰到热水，它就变成云雾了。因为我们拍过很多古装戏，神仙要出来就是先喷干冰机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，够了哈，让它变平的，再来就可以把它放上来，放上去，抽屉推进去，抽屉推进去呀，绿灯按下去，绿灯按下去呀，压力就来了，压力来了后啊，1、2、3、4，冰球就来了，哎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拿出来，倒出来，最后再脱模，涂下去。哇哦，哇，还有 logo 哎，上面有光 CO2 二氧化碳。哦，哎，我要摸一下冰的哦，好烫哦，哦，太烫了。不是撞球是不是？那不是撞球。OK，请你有点知识好不好？这有时候还可以拿去炒菜。
等一下我们一个人有3颗球，来个冰球推杆的比赛。来，你先。又我先生来，对，来了，来了。喂，你干脆用这只直接把它拉倒就好，起点。而且这个球跟你们不用测风向，一看冲就从那边来的。1、2，一球共估，来喽！哇！你把布罗打倒了，布罗整个飞起来，来再来一球。可恶！哇，打倒一根，而且我是碎片打倒一个。换我这边。你这边，你这边。其实冰棍球不是用打的，它是用推的。哎呦，还真难推。对，但是我知道我是直线。你要下赛。1、2、3、4、5，剩5个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再一球定胜负。好，那有你剩5个嘛？好 ，Shoot， 来了，来。还中奖的还是 GoPro。好不好？好了，礼物给你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边的胜利者才能站的位置。那你在这边干什么？如果云知道，现在都不能唱哦。云到底知不知道？知道怎么做吗？我知道，要用干冰清洗机来做帽子的 DIY。是干冰会把它颜色去掉。没错，就有点像喷砂机一样。那我先示范一次，好，就把海绵垫在下面，垫着，对，图案呢放上去，轻轻固定起来。所以等一下这顶帽子是要送给我的。对。你有经过我的同意放星星吗？他是示范哦，要用什么可以自己挑的。吓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接着会倒干冰，我们要先倒进机器里。哦，这机器啊。哦，我以为是这样的。待会我们就会右手拿喷嘴。哦，这个不只是用在游戏上啊，这样医学上也用蛮多的哦。手术也会用到2氧化碳。这怎么喷？投干冰，好，一边是开关。好，喷嘴跟图案它距离大概半根手指头，然后就维持一个速度去描出这个图案。还没，因为机器声音比较大，所以我要先解释。因为我刚好认真看。还没开始，那我现在开始。好，好。谁放屁？它急速冷冻。小云，你的肠胃还好吗？我们把干冰清洗机用在像这种牛仔布上的话，它可以形成像水洗牛仔的效果，是把布原本染的颜色退掉，图案它干了就变这样子。哦，好，那我现在可以调我要的颜色了啊。没错，调个我喜欢的图案。这只是我们的吉祥物。吉祥物这只是什么？它叫干冰象。我喜欢大象。把它针灸下去。师傅，这里是针哪里的？咀嚼肌。有人回春的话，回春可以。然后另外要注意就是同一个点，尽量不要喷超过3秒，不然帽子会穿过去。喷超3秒。3秒。哎呦，出来了！各位同学做的不错啊，是差不多了。好，眯一下。咪一下。噔。哦，是不是有静电了？啊，它喷到旁边都白白的。旁边呢是有一点结冻，所以它退冰。哦，退冰就好了。哎呀，很可爱耶。耶！先让你带了。好，因为我已经有带了。我老婆现在跟我讲说，这个家里有的东西不要再买了。是你赢的，你没有买。我没有买啊。对。老板好，大家好，这是我们的魏老板。他过去呢自己的事业上面呢有所成之后，特别开了这个空间。一开始我们是觉得现在人的生活太快了，放慢步调，用冰块把它冰慢一点。老板一直想要拿小装备，或者你的妈拿出来，拿出来看，因为他很紧张，太紧张问题。预备起。那这个佛跳墙，公司没有讲，那个要讲嘛，我想说跳过就好了。我帮你拿。啊，你假装跟我聊天这样子。其实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大家太忙了，很少真的停下来观察生活。是，我们想做一个地方让人慢下来，用不同的眼光重新看世界。所以
把冷变成好玩，让知识变成体验的地方。哎呀，讲得真好啊！以前都是跟什么对象做生意？像是工业的焊接，还有灭火器、舞台的效果。哦，舞台效果，我以前演很多古装剧啊，对，会有干冰机，然后一压到嘟嘟嘟嘟，是，然后那管子就呼噜呼噜就出来了。其实用途很广，食衣住行娱乐都用得到。然后另外一张是什么呢？我再帮你拿一下。哦，这个不是，这是你女朋友的那个啊？不是，不是，鸡啦。我们冷研探索馆就是结合冷知识互动体验跟探索精神的地方，用感受的方式去认识我们常常忽略的小细节，这样。所以呢，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域，然后你们给他们玩，很喜欢跟人家分享哈。是，但我觉得你哦，这法相庄严呐，你应该去开庙的。很有福气，把那个庙每天弄得像云雾里面八仙过海，好像你们隔壁在拓场了，对不对？也是做 DIY 跟小朋友互动，互动。你看，现在有孙子了嘛？有，对，就是因为孙子生出来，所以详谈他们怎么玩，对不对？还有缺孙子吗？干孙啊！你不要这样子就很没有礼貌。有没有缺干弟？你要打球的时候，我帮你背那个袋子。这是你们的麦汁，是我们的麦汁是第一道的麦汁就做我们的黑麦汁了。然后一般的麦汁，他们第一道、第二道都会拿去做别的啤酒，把比较好的拿去做啤酒。对，绿到第3道它色泽就比较薄，他们会去添加焦糖，会比较甜。我们的就不会本身的甜，所以颜色、口感就是原汁原味。是。看到冰淇淋也是帮孙子准备，对不对？对，好戏上场了，好戏上场！哇，在仙境里面呢，滚了啦！来吃一下，淋上去，哇，这是黑糖吧？焦糖啊，特别有风味，因为有这个气氛。然后呢，小朋友看到你会多彩的颜色，再让它滚一下，哇！哇，听到哔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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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呢，更有那个动感哈。你有看到旁边有丸子，该不会这是干冰做的吧？这个鱼丸70%都是虱目鱼肉，跟我们在地新闻这边呢沙巴鱼就结合在地的。干冰在哪里加了？哪里有干冰馅？它在鱼肉在擂溃的过程会加干冰。第一个就是保鲜，对，它在擂溃过程会发热，那就是降温。普通鱼丸擂溃的过程，他们会加冰水，但是那个冰水就会淡化掉那个鱼肉。对，那个口感就不会那么好。哇，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天然的，就是鱼肉、蒜头、满满的鱼肉、蒜头，还有猪皮、蛋白这样，没有加任何的化学添加剂。这个是高蛋白，很适合有在重训的。哇，你很适合，完全是天然的。我也来吃一块。它这个是完全吃到虱目鱼的口感哎，而且里面那种松软，肉质都还在。对，因为鱼肉是有纤维的。对，好香哎！千万万的小朋友，你看在里面一直喊，这个假日啊，过年过节很多人啊，太棒了。阿公呢帮大家创造了一个 future world， 对，那未来世界，谢谢老板，好，笑脸嘞，出发吧！其实你会发现，今年的冬天呢，来来去去低温，然后突然间又高温。这个时候呢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自己的体质保暖，保到一个很可以抗拒这样的忽冷忽热的日子。炒一假爆哎啊！对，来到了铺子，找到一家坚持100年他们自己老风味，到今天为止，他们还是用他们自己的老的方法。光看这个场面你就知道。哎呦，要赶快来，要不然呢你就真的是抢不到了。你们看过鸭腿这么听话了？想有看，切！哎，老板好，老板好，文和老板对不对？文和老板，13老板娘对不对？13比13高，13还有13高，对。这个是我猜，蛋黄是蛋黄，它叫鸭卵蛋，还没成型的时候，那里面是蛋。这么黄啊！它已经有蛋黄在体内了。哎，好酷哦！哇，13的手法你看看，非常厉害，噼里啪啦的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13做多久了15年。然后每天上班都画这么漂亮吗？是今天有电视台要来特别画的吗？没画有这么有彩度，我不相信。
啊这个鸭心，鸭心，啊这个鸭肠、鸭胗。那我们今天要鸭宝，看到底吃哪一个会比较好？有请鸭王。哇，他们很忙哎。听说你们家的面是特制的，是？对，一般的鸡丝面是用鸡蛋做的，是面线是用鸭蛋做的，所以它会比较 Q。鸭蛋鸭丝面，哦，也是很加哟，就是直接就可以当成零食这样吃哦。谢谢。蛮好奇它是什么味道？这就可以吃。哦，已经有咸味了。对，有咸味了，就我现在吃零嘴啊。对啊，而且那个酱香已经有了，不用再放那个胡椒包。完全不用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这是隐藏版的哦，我本来报给你知，你是不会当摘哦。永远不知道。那个老板，那我们就到后面挑一个桌子哦。OK。好，他们很忙，我们就不要再影响人家来，我们就到后面去喽。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。哇！这文和老板，我们已经传了几代了？到我是第4代了。哦，我刚才看到一个很壮汉，那你儿子是？这个我儿子。第5代了。第5代了。一个味道呢能够存留这么久，表示它有绝对必要性。价值所在就在这边了。就鸭肉先来了，它是用什么去熏它？用红糖。以前他们好像都是用甘蔗啊，因为我们家有小火车，而且卖一根走啊，所以就改用别的方式取代。小火车铁路已经停掉了，要不然他们就是抽一根一根的。掉下来啊，不要啊，掉下来了，皮很漂亮哎，金黄色的，那个焦色就是一个历史了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还是依旧用阿公那个时代的那个做法，太厉害了，阿做了。对啊。哇，其实坚持是很辛苦的哦，因为品质要顾啊，不能说为了赚钱就投机取巧，该留下来的传统要继续坚持这个味道。而且我看这个鸭肉很嫩，不会柴，而且皮它是有油脂的哎，好多哦。它那个皮的香气有那个红糖的香气，对，你姜丝把它带一点点，然后咬下去，那真的会流眼泪的。小时候为了要吃一餐鸭肉，都要跟大人商量很久。他说你这次要考很多100分才有鸭肉可以吃了，结果我连别人的考卷都借回家。因为只有考4科嘛，但我拿了12张，班上有100分的，我说阿嬷我考这么多100分，阿嬷说那名都不是你的，太厉害了。其实呢，你要吃那个骨头边的肉，细细的咬，跟吃螃蟹一样，还有那个汁。而且他们家坚持哦，每天是从台南送温体鸭，就每天现宰就马上就从台南送过来。哇，难怪它这鸭肉非常迷人啊。这个鸭是纯糯米血在纯糯米，不是那种外面买的化学的。哦，吃起来就有差了，有口感会比较扎实一点，很有颗粒感，而且呢，它的那个糯感是很好的。对。哎，我第一次吃鸭卵，如果它成型生出来鸭蛋，口感吃起来 QQ 的。吃不出味道来，口感很特别。我再出一个，它要沾酱吗？蘸酱会比较提味。哎，对，本身没有味道。你要吃就吃它的口感，又不像蛋黄啊，不像。是如果吃蛋黄，哎，鸡龟，哎这边加起来个 QQ 啊呢 ，QQ 能开。你知道他讲鸡龟什么意思吗？鸡龟就跟咱个吃熟蛋物件，像个鸡条，那也是会噎的，噎的会噎到这样，哎，要喝一点汤，哎，不会，这个完全不会，完全不会。一般的蛋黄吃起来是会粉粉的，然后吃起来干干的。吃茶叶蛋，吃到蛋黄之后，如果太大不会，哎，它完全就是要吃它的厚度。这个是你们家的鸭面线，对，然后它现在就当归这样泡下去，再吃再喝那汤就不一样了，它那个香气又不一样。而且面体呢，不会吸了汤汁就烂烂的，哇 ，Q 弹有致。因为我们刚才吃根是脆的，它瞬间变 Q 弹了，口感又不一样了。对，哎不会烂，加上这个当归汤不得了了。当归汤是他们家的精华，庙有万年香火，他们家有万年炉火，就一直在燃烧，烧了4代，第5代去了。我来喝一下汤，来。其实喝起来很清爽哎，甜度也有，回甘的。而且这个鸭肉变成软的，这个就在当归汤就下去炖了1个半小时，要迎合给老一辈比较没有牙齿，对，不容易咀嚼的。对，
我光夹它这个肉就已经快要碎掉了。真的，它很好分离的。不然他老一辈的，他想吃肉真的又咬不动这个肉，之后又想出别的方法来。你这个吃的时候又更嫩呢，直接化开，用那个当归味。因为其实一般的鸭肉你要处理它，就有一定上的难度，因为容易裁掉。对，你当时念书是念点哪一科的？跟这个是都没有关系，我是念国际贸易的。国际贸易的当归鸭。你儿子念什么的？他念机械科。机械科，你看以后就全自动了。我高中念轮机的，退伍回来又去念警校，念法警班，干了5年法警，从事戏剧跟主持。今天呢，喝到你的当归汤，觉得这个冬季不管它有几次寒流要来，我已经觉得我能量满满了。到今天的这个芬芳呢，透过节目会传到美国去的，因为我们呢欧洲、亚洲、美洲都有在播我们节目。好，谢谢。以后呢，客人如果太多了，就请原谅了哦。谢谢文山哥，谢谢。请收钱收到手掌茧，请原谅了哦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们要吃饱才要。对啊，很好吃哎，谢谢哦，真的。我是他的铁粉了，从阿九就开始看了。我每天收单回家，然后就是电视先看，就看电视。我老婆都说还不睡觉，还要看阿九。过去它为什么会这么繁华的原因是，这里以前有像人讲那种鸭给鸭车有无？玉龙2间室，就是都有一家在招，只要为家去台北，这都有落一站在家。我爸妈他们那时候都做比较晚，都做到凌晨1、2点，因为到我这里差不多刚好是12点，刚好吃宵夜刚好。这是一个嘉义很著名的山丘，这上面有很多豪华的住宿，而且好特别哦，这形状，这个建筑也得到大奖。昨天行程满满，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已经太晚，早上呢我们才有机会请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他帮我们介绍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，而且好多猪猪哦，这是他们的那个吉祥物杜比，而连他的这个饭店名字也好可爱。对呀。我们刚刚远远看的哇，它的建筑形式好棒哦，会让人觉得住进美术馆，有点像是白色美术馆的感觉。然后因为多多在嘉义，所以其实也跟阿里山的主题意象有点结合，就连 logo 也都是像是一个太阳从山升起来的样子。这边刚刚看到有很多跟您打招呼的是我们的代言人都比，那它是山猪的意象，因为在阿里山上，山猪是原住民的守护神。那你看它的鬃毛就像一个山的形状，好有设计感的。你看那个时钟是一个地图吗？嘉义这边因为是北回归线，所以我们就把日晷的意象设计都融入在这里面。那这是我们集团的第1家设计旅馆，所以也把这些在地化的主题跟文化，通通放在我们的旅馆里面。姐姐，我们昨天来的太晚了，对啊，听说有很厉害的点心是？我们每天的3点到6点都有准备蜜香红茶，我们跟在地合作的红茶方块酥，就只有在我们饭店吃得到。然后另外还有现烤的松饼，是每天下午都有提供给所有的住客免费享用。直接先试吃，好香哦，也是在地的。他们集团呢，不管呢在哪个城市，就会有哪个城市的风貌，最好的在地素材，跟所有朋友分享。就希望可以把在地文化、在地的历史，统统纳入在我们饭店的主题里面。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，就可以有一个会心的一笑，一个共鸣感。然后像住客在这边也可以玩我们自己设计的一个大富翁，寓教于乐，然后小朋友会很开心，也可以全家一起同乐。哎呀，很多景点、老的建筑，所以蛮适合全家一起同乐真的，出来玩就是不要用手机了，借由游戏然后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，而且这个很益智，就有互动感。你查一下，我看一下你几点呢？现在哦，10点很大了哎，很大了，你知道比大还是比小？是比大的啊。哇，乌鱼子不是3个6吗？3个没有。最小的扁枝。他们家的每个房间角度是非常房型又大又特别厉害，而且很多种，然后也都融合了整个阿里山看日出的这个意象，那个元素。对，所以待会可以一一带你们来介绍。难怪会叫慧日之秋，他想画出来一幅美好的图像，在这个呢山丘上面为大家服务。对，连那个棉被床，我觉得呢棉被一拉起来，到早上6点45分，眼睛张开说，我怎么连上个洗手间都没有？太舒服了，太好了。哇！这边是我们
们的星空同乐是很多丰富的亲子设施。小朋友进来看这边会不会太开心了一点？就适合你啊！你看那个地方，是不是小时候看到那个糖果柜，人就跳起来了？这是我们的干仔铺，然后有50种以上的零食、饮料，可以随便你喝，随便你吃。仙人糖要不要？情人糖那是仙楂哎，小时候的可乐糖，可乐糖，好开心哦！我要借2颗放口袋。哎，这大人看了也会开心啊。很像小时候的小豆苗。对，进去就不想出来了。哎，你自己铺年纪了，姐姐。再往前看就是 Switch 的区域。我们家那2年来这边应该就是玩疯了，就是不用再回房间睡觉，就在这里睡觉。对，这有准备棉被。可这边只开到10点啊，还是要回房间。还是要回房间，还是要回房间。那旁边还有飞镖机，然后跟手足球，一只就好，一生死了。哎，0，我就是。哇塞，太有力了吧！哇塞！哎呀，就这样不要丢脸了。手足球，佳佳哥哥以前是体育系的哦。来了。对，不是这个结束，我手这边呢，你手对，你手错了，就一脚就踢进去了，来不及嘞。听说还有个超好玩的，还有我们自己设计的角足球。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1分钟以内看谁的进球数最多，就可以获得我们代言人嘟比娃娃。各就各位了。那个佳佳有这样不公平啊！怎么了？我的腿只有你的腿的1半左右，只能用脚。然后手扶着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自己改一下规则，3战2胜好了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发球而已。剪刀石头，你发。我发。好了，我来喽。1、2，又回到我这边来。出现了，1、2、3，进了，3战2胜哈。好，3战2胜，好，换你，小顺，来看那边，我没有，我又不是峰哥。你要自己踢进去，2球，进了，对。恭喜嘟比，你不要走，嘟比。我要送给你，因为呢，你正要迎接你们家的小宝宝，祝福你诸事顺遂。好巧呀！我再让你进攻1球，来喽，来这边，又进了，就这样，掌声鼓励。今天体力都已经用完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后面的行程下一次哈再续。除了这里好玩之外，我们客房更好玩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客房。走 ，Go！ 那这边的主题是阿里山看日出，所以像是有这些神木森林的感觉。然后像这边可以看到，壁画也是把在地的一些意象放进去，像是这个砂锅鱼头，然后前面有小火车，然后烤玉米，哦，有日出，什么都有。对。像我们的房号牌就是等高线的概念，好有创意哦。所以很多巧思融入在这里面，是想法具象化。所以我们在开展一间饭店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先写成剧本，再画成数绘图，最后再用影片来跟大家沟通。然后这边是小孩最喜欢的房型，是我们的溜滑梯房。好棒哦！光是这个溜滑梯，他把玩的跟床做结合，小孩就可以在这边一直溜滑梯，累了就可以在这边睡觉，累了也是睡上面。这太棒了啦！会不会有一个比较皮的说，我要睡那个溜滑梯通道里面？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枕头呢都不一样的颜色？对，一个你，一个你老婆，一个你的儿子，一个你的女儿。这是一个好的预兆。对。好贴心哦，真奶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奶瓶消毒锅。对，所以小孩需要用到的，通通都有。昨天我觉得他们家的衣架很酷，因为这边是日出嘛，所以这次设计一个9大行星的概念，连这个都有想法。来把9大行星念一遍。地球，火星、水星、天王星、小星星。我们现在在讲，所以有很多观众已经开始在 Google 怎么办啦？手机都会告诉你，干嘛要背起来？对耶。但是总是知道我们这句是在哪里。
我昨天那个床还很整齐，因为我只用到一边，然后拿出来，然后就没有再滚动。你想说小歇一歇就睡了，对，很舒服。因为楼下的是车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，而且这是一个安全门。哇，其实因为很多亲子都有很多的行李、推车啦，或者是小孩的餐椅等等，所以像这样的房型就特别适合小朋友最喜欢进那个帐篷里面。而且这间还有一个环状的回廊，而且这是森林的概念哎，所以每间房间它的这个都不太一样。哇，这也是一个开箱的概念。电视在前面，就全家人好像在一个大的汽车看一下那个露天电影院。然后外面又有桌椅，大家也可以在那边吹吹风，然后聊聊天。然后还有我们联名的口味，柚香的乖乖，绿色是有魔力的哦，小孩就会也乖乖。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沐浴泡澡球会融化，然后里面就有我们的一个小公仔，它是采随机的哦，盲盒啊，这是盲泡，让小朋友在洗澡里面在寻找他今天的伙伴。浴室也特别的大，就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一起用。这已经不是浴室，这另外一个房间了，密室超大，哇塞，干湿分离，然后这边又有浴缸，而且是双人的哦。救到一个全家都救起来哦。对呀，这边有那个婴儿盆，然后小孩的备品，你看连要上这个都还有一个小楼梯可以放进来，对，太细心了。我觉得你们这个 team 真的太强。刚刚有讲，每一间饭店他们都已经把它写成剧本了，所以每个人来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。下次我们就每个房间拍一个故事，我们去每个饭店就好，每个房间太多了。这边是太保，书霸，不是那个太保。其实海鲜也很近，我知道你喜欢吃海鲜，是特别帮你们准备的这一个餐厅。哦，暴击嘞！我跟你讲，他们是很亲民的价钱，高贵不贵，但是应有尽有，一层又一层的那个海鲜塔，吃到完全都是淋漓尽致的，满满的海鲜精华都在那个塔里面啊。对啊，对，来，哎呀，跟着我的步伐来，这是花园吧？这边喝咖啡。哇！娃娃老板娘你好，你好，你可以看每个都很厉害，而且你这个攻击力十足啊！所以后面有精华，所以等下拭目以待。哎呦，先转一圈，慢慢介绍。哇哇哇！对，我有虾子跟酒桶包，然后还有蛤蜊，跟嘉义市鱼市场配合的透抽。我们没有调味，然后主打是海鲜的鲜甜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不用沾酱就可以吃到我们海鲜原味，然后吃的健康又无负担，身体没有负担，荷包也没有负担。没错没错。你这个 CP 值很高，你根本是佛心来的嘛。真的，我们这样一套的套餐是有8层的灯笼塔，有龙虾、有鱼，还有干贝，这样只要7680哦。7680哦，哎，好脆哦，好甜哦，是它里面鲜甜的滋味，完全没有加酱哎。主打没有调味，所以我们用葱蒜，然后去提出它的味道，所以我们在海鲜品质上把关很严格。我们光是在第一盘我们就离不开了，超扯超扯，继续，下面一位哦，嘉义的蛤蜊是出了名的。我们是从布袋就是每天直送，蛤蜊汤很鲜，会希望可以吃到它的鲜甜。好鲜哦，太划算了，不可思议的，这边离高铁很近哦，真的满满的海味啊！对啊。我看这边你要剥一只虾，那我要吃鲍鱼，先吃9口。哎，我好像在海里面游泳哦，没有办法含扣的哦，没办法。哎呦，我干面被含扣，被含扣，无话可说，连虾子都是很扎实。我们这用的是草虾，我们在品质上把关的是很严格的。我们店的招牌鸡肉饭，来嘉义必须要有的。你看那个油葱跟那个鸡丝哦。我们在拌的时候，我们闻到我们就是鸡油的酱汁香味。有缺干的儿子吗？我想搬来住了。还是缺干弟？干弟。好，我就这样子一点点就好。哦，好香哦！哇，那油葱酥真的是灵魂啊！对，把我们自己炸的葱油，浓醇香。你看这一桌可以坐10个人，一个人才700多块，怎么会这么便宜 ？CP 值太高 ，CP 值太高了。因为嘉义的鸡肉饭每一间都有每间的特色，重点就是油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。没错，好厉害哦！
我们很多客人一次来，然后一桌里面他可能买10盒回去自己要吃。在外带10盒。对，我们鸡肉饭销量超好的。太棒了！赶快开第一拳，看是什么样的惊喜。这好像是开盲盒的概念，包第二，哇，等，这个是扇贝左峰螺，哎呀，然后这是我们的龙虾，你看我们鸡肉饭有龙虾。啊，石斑，哇，精华。那这锅是我们完全精华中的精华，所有的海鲜汤汁都会滴到这个粥里面去。哎，我觉得你骗人的，这样子7000多7680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它这个蒸笼是有它的特别意义的。所以我们集中所有的6成的精华都在里面。我直接用手了哦，用手。 OK。小时候我经常从这边经过，这边呢就是跟水牛有关系，以前这边对水牛没错，牛会表演的。对，我们旁边有水牛公园。现在都变成你们家的超级美食广场。我要听一下那个脆的声音。那个筋就是筋，肉就是肉，噼里哗啦全部 mix 在一起了。那个肉质是很扎实，而且我刚刚在拔的时候，轻轻这样拔，整个肉就是肉壳分离，一定是非常新鲜，甜度怎么样？无话可说。这边的海鲜的每一做种节目就是要形容什么叫无话，非常的鲜甜，感觉它是活蹦乱跳的。石斑。我们是每天就是跟嘉义市鱼市场合作，然后拍卖，然后就会送来我们店里。早上就在鱼市场喊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喊货型的。有时候他在练什么你也听不懂，但是呢，你觉得是你的价钱的时候你就大声一点点。有经验你有喊过就对了。哎呀，我小时候在基隆长大。没事，就是拍卖环节。咖啡店你要看鱼肉就看到它一半哦，其实呢这就是新鲜的，很清楚的。它的肌理。那石斑鱼它的胶原蛋白比较多一点，它的肉质会 Q 弹。胶质，所以它的皮质上面胶原蛋白就好像去水上乐园坐滑水道一样。云霄，哎呦，冲浪的感觉进来了。皮肤变好了，就这么刹那间。来看一下扇贝。我们一般扇贝比较常见的料理会是用焗烤的方式，一样是用主打就是清吃它原味。它是很鲜的哦。它还粘在上面，还要跟着这个蒜头一起蒸，鲜度也被那个蒜头一样带起来。风螺没有牙签也可以吗？看谁的吸力好。这个有没有修揪雷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它有一个片，让我看看你多可爱。新鲜的才能这样一拔就起来了。好 Q 哦，好脆好甜哦。你下次多吃一点，这凤螺我包了。哇，还打蛋花，好爽哦！对啊，可以来尝试看看。来，先尝试一下。这个应该可以吃好几碗哦。我们客人就会就算他吃不下，这锅粥也一定要打包回去。不要停哈，继续盛。我们这个粥里面是没有添加任何调味料，所以它口味比较淡。那我们桌上都会附这个芥末胡椒盐，大家如果觉得太淡的话可以添加一点，但第一口是可以先吃原味。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一点调味料都没有？真的都没有，真的都没有。而且我们高汤是我们是用大骨跟蔬菜去熬出来的。因为我觉得它那个咸味是海鲜本身的咸。是的，吃海鲜会跟海浪一样的起波浪，你知道吗？注意看哦，波涛汹涌。哎呦，你这起伏蛮大的。有没有冲浪板？赶快！我已经在板上了，我已经在冲了。好好吃哦！各位朋友们，现在的假日呢已经都订满了哦。我们假日很常客满，真的预定要早。你自己排队哦，你可能要现场排队等取消的。没有人会取消这么好吃的取消。会不会有他们家的黄牛？哇，这个太犯规了啦！我受不了，还要来。我自己也最喜欢吃我们的套厅。好好吃哦！听说不止如此，1、2、3，它不是好吃而已哦，还很好看哦。对，这是我们生食级干贝跟花蟹。那干贝它的精华是汤吗？对，是汤，所以一定要一口饮下。我觉得好感动哦，这种美食都快哭了。在最恰当的时候，把所有的甜味全部封在里面，上到菜桌上面，就慢慢的用温度把它慢慢解开。对。而且768就可以吃到生食级的干贝。怎么会这么甜？这是有加糖吧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满满的幸福。没有当归呢？枸杞啊，不好意思，枸杞。当归是一片的。对。因为你放那些，把它的那个鲜再次的加成起来，让你好好的发泄一下。高。
这位同学怎么样？第一次吃到这个，那肉是有肌肉性的哦，新鲜哦，我这样一咬，一片一片，对不对？出来了，一样鲜甜。第一次吃这种花蟹这么方便，因为太新鲜，是肉一下就出来了，而且它的肉还是很饱满。我先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直接现场就太荣幸了，太荣幸。没有，因为可以吃得出来你的用心跟佛心。谢谢谢谢。这无论如何要让大家们来看，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。他眼界也好，真的好，这样决定了，舍不得离开了。而且呢，据说你们家的成绩是非常好的，政府有很多的竞赛。对，就是因为刚好今年的台湾灯会赛就嘉义，是那嘉义县政府有办一个活动，就是光耀嘉义100大美食挑选活动，我们家有入围，就是嘉义县的10大美食的奖。耶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大家呢亲自到现场来尝试，才会知道呢到底它甜到什么程度。欢迎大家来品尝。我真的嘴巴停不下来。尽量吃，尽量吃。我有客人每2个月会来一次，最后跟我说他先休息一下，是因为怕他痛风会压起来。那你这边，你刚才讲我有特效药，你可以用会员制办个 VIP 啊。耶！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他是 Q 宝，他是妈宝。是的，我们很开心的来到了嘉义县，即将的准备举办115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。是，我们现在要请到全国最帅气、最青春有劲的县长，耶！顺哥好，顺哥好。先介绍这2只好不好？好。为什么叫 Q 宝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嘉义县人的身份证知道第一个字是 Q， 有个 Q， 有 Q。那这个啊，挖宝是在嘉义大林发现的特别种青蛙，叫做猪螺树蛙。稀有，它的手是有吸盘的。以前嘉义就是猪螺。耶。那这次运动赛是什么时候开始呢？4月18号到23号，国中跟高中将近18000名选手，大概有2000名队职员啊，所以加起来大概有2万人。到时候我们整个嘉义县的老雷滚滚呐，很热闹。参赛的那个项目有多少？哇，大概21项，这个基本上是竞技体育。今天被输赢了，就对了，输赢啦，动就对了啦，对，就是要动啦。有。而且呢，在4月18那一天有一个呢非常盛大的开幕仪式，那个晚上还有个晚会，年轻人喜欢听唱歌嘛。对，这次请的好多有名的歌星，还有国外的哦。它等于就是一个演唱会级别的演唱会 party 耶。哎，不是安那鸟，听说场外有很多市集。实际上这个地方旁边有个彩虹商场，县治所在地旁边有很多好吃的，那包括我们的破处也很近哦，也有很多地方的小镇的小吃。比赛刷，当然输的等面个比赛好好的观光的。那赢的吼，是比赛刷去庆功一下，这也是需要的啦。顺便吃，到山区嘛，阿里山啊、梅山走一走，对不对？去，我这有包括有很多项目，没有错，有木球、有角力、有跆拳道，也有羽球跟轻艇，好吧？报告县长，有，因为待会我们2个呢也要见到的体育馆里面，听说有很多的选手正在里面训练。是，你们要跟他比赛吗？刚才赢得酸球了。对啊，你那不超啊啦？对啊。而且我们嘉义县最厉害的是角力，我你给我演买啊，好不好？买，我得搞掉。我进去跟他道歉的，我先离开，奖牌让给你。所以啊，我今天要让你们2位主持人直击全中运的热血现场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们要安排不同的挑战，是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热血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很紧张，但是呢，我愿意挑战。阿里汉姆，必须热血一下。他们现在呢正在呢备战中啊，这些都是选手，教练正在带他们。他现在暖身就对，而且他们都是正式比赛的选手，都跟你一样大，才国中哎。教练，小顺、佳佳，我们来了。我们现在是在备战中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就是说，他已经在地区赛赛过1轮了，就是前几名的。第1名，然后品试要前3，对，都在我们这里了。我有玩过，小学的时候，但后来我就放弃了，筋太硬了。筋太硬，你看他们筋都超软的。你现在还能猜到哪里？你说这样直接这样子吗？对，不是劈腿，我不劈腿，你不劈腿啊？对，因为他很忠诚。好，你劈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只能劈柴。其实我看到他们在拉筋啊，我很紧张，为什么？我都快要拉屎了。我也是，我会哭哎。今天我们可不可以看到选手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表演？等一下他们会带来结合攻防动作表演，还有防身术，以及我们的品试选手。品试，我们台湾在全世界是很有名的。哎呀 ，OK， 我们到旁边去。好，谢教练组。起立，表演位置。表演得非常好。表演开始。
么直哈，好高，比我的脊椎还直。哎呦，什么事？来撑住我！哎呦，哎呀！哎呦，跳梯了，来，注意了，呀！哦耶！哇，这是跳远梯的，哇，这个厉害！哇塞！这里要注意。哦，又来！哇，这个哇塞！这个高梯的这个叠乐，可能要撑起来的。哦，是他。哎呦！哦，今天掌声不行，看了好痛啊！经理。选手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会带来品试的表演。看我关节，我们来猜拳，看谁比赛，谁当坏人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我来。对，谁要10分？哎，这个身高相当，真的可以。来吧，哎，开始。还有别的招式吗？好，来呗，来了，嘿。你就要被吃了，最近都逼我。哦，combo，同学做得很好，哎，恭喜！你以前得到最大的奖牌是什么？全国第一。真的吗？学得好。对，我是世界第一，最会吹牛。今天真的是各位同学表现得太好了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耶！希望呢你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个好成绩。来回对抽，哎呀，这双打，哎呦，教练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一下时间，你那是烤肉用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羽毛球拍，我要让你放松了。这个很厉害，所以都选手吗？哎，我们有2位是要准备全中运的，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密切的集训。哎呦，可以帮你请过来吗？哎，来集合一下，先听那个呼吸声，就是，哎，不喘，年轻啊，这位同学有明显要打呼的感觉。哎，就是说你们2个是这次要比赛的，不会紧张吗？会哦。哎，你们2个会紧张吗？你们这次没比赛，
陪练员。其实台湾现在各项运动啊，已经给全世界都有压力了。那你们2位代表的就是我们的，我们是代表嘉义县嘉义县的竹崎高中，是代表我们嘉义县的。他们2个陪练有认真吗？有吗？谁比较帅？等一下，你比较帅，你这又要上去了。确定需要你这个眼睛？看一下近视，这个度数很高了。又来，又来。哦，天美，快不行了。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够超越这一场的心理障碍，就有办法呢在正式比赛当中就要得奖了。准度要很准呢。这种有12根瓶子，每个人呢有5球。那我们现在呢有佳佳哥哥队，飞飞来了。你5球，一次把它扫掉，交给你啦。哎呦哎呦呦！哇塞，这么远，这么有力耶！哎呦哎呦，两个。哇，快没了！打倒了8根哦，妹妹太闪了，你叫菲菲姐姐，菲菲姐姐，哇来，去哪里？哎，不要丢脸好不好？哎，不行哎，往地板。哦，从地板是。哎呀，你看太慢来了。佳佳哥哥队呢得到了8颗。彩宁，您休息了啊，就我来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就要打到了。好。还是你来，我先试一下。哎，跳球，表现得不错。哦，而且还有10个，完了，就靠你了。啊 ，get it 啊，赢定了，来，赢定了，耶！你看，不是高尔夫球，你管我能打倒，你管我什么球？来。哎，这是少女跳，你跳太高了。哎，我不知道我能跳那么高。这个输赢就不用再讲了，马上进入我们的第2关，双人对打。接下来就我们2个人对打，1人5颗。好，我刚才有抓到诀窍。哎，真的有了，你真的找到了呢。哎，我只要倒1根就赢你了，我。你惨了你！你怎么突然间变准了？老师在教你，是没有在看吗？我看的还是不会啊。哎呀，又少1人，就换他去比赛了，下个月。厉害！我1个人打好7个了。我觉得要处罚，这个不太适合我。你不能分他们打，不是我打更痛，好了吗？来呀，等不上。距离可以拉近了，终于到了准度了。丑一，好没力哦。残念，我没有残念啊，我打倒7根呢。你没打到我啊？对，那是我的残念。我们真的看到呢，所有的选手这么努力的人在拼斗啦，在训练，请大家呢真的是要密切注意呢。115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就在嘉义哦，在4月18号的下午有非常盛大的这个开幕典礼，以及呢选手之夜，然后还有4月18号到4月23号，在嘉义县有许多精彩的比赛哦，这赛事很重要。对，所以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加油，加油！也可以来嘉义县吃玩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景点可以等着大家来探索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嘉义县，耶！回家真好哦，嘿，欢迎回家。
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方，是。但是你有没有看到，也有一些建筑物慢慢在这里架起来？其实2代的农民在这块土地上面已经渐渐的有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年轻人回来面对这片土地的时候，2代就开始讨论起来了，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过劳？最近呢，他们就想出一个，现在我们找到我们铺子呢，算是最新而且呢唯一水耕蔬菜的农场，大家呢不用弯腰，站着就可以了。我们要找一位小师，他是这里的园长。是，大家好，因为你看哦，这样子人就不用弯腰了嘛。真的，我们就是取决跟传统产业不一样，因为传统产业的长辈他很容易弯腰驼背，而且在外面搬重。那我们就是离地高价的栽培，种植的部分都是符合人体工学。对，我刚刚从那边走进来，那边还有这样子拿的，还有更高的，海拔比较高，不同海拔。我们种跟采都是非常的轻松。总共里面有多少种品种？我们目前大概有10种。这好像都是生菜系列的哦，它是不是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？经济价值比较高，而且说外面小白菜啊、小松这些种生菜比较容易跟他们做区别。你看这里就有2个品种了，这什么品种？对，这个是红橡木，你们可以手摸摸看，很嫩的一个生菜，这吃起来的口感就很清脆。这种是这是绿火焰，有点像那个火焰的那个，对。它可以生吃吗？都可以生吃，这是生食级的。我采起来就可以吃，因为我们就是标榜无农药。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个空间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跟学问哦。因为我们没有农药，所以我们对防虫的部分其实非常的注重。除了网室的保护，那里面的一个防虫，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防虫，就是有一点小虫会粘的，小有看到，因为就会被我们抓住了。一个小虫子，可能那个叶面就会出现坑坑洞洞了。虫走过必留痕迹，像我每天例行性检查，那如果有看到虫时，我就是把它隔离掉，它就不会再吃到别科。那一班里面住了2个不同一班的学生，那个混到别人家都很漂亮，混血儿，种子播的时候太小颗，2个混在一起。这是什么品种？这个是绿橡木，前面有那个菜叶比较大的。这个就是奶油莴苣，看起来已经很好吃，它像一条绿色的毯子，有没有？哇，好想铺上去哦。这个很厉害，它2、3颗合在一起就很像捧花，采起来它就有点像一个活蔬菜，是带根，含着水分的。对，其实就是活的，有青春活力，绿意盎然的。对的，看起来太疗愈了，就是眼睛也会很舒服啊，很赏心悦目。这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有虫子的？开始找了，那就要看2位的金公案，灰暗金睛。像我每天这样例行的，你自己有看到吗？我早上刚巡了一遍。这个不是，它这个其实有点蕉叶的意思。如果露水下来，马上又出了太阳，露水还来不及散掉，它会有一点造成它的一点蕉叶。我以为蕉叶它其实可以吃，是没有关系。你就知道我的眼睛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正在看。但小顺是没错的啊，因为看到异常，我们就要仔细的再把那一颗再稍微留意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很辛苦，几点就要出来抓虫了？我们大概6点半。俗话说得好，早起的小师有虫吃。真的都需要细心的照顾他现在已经卖到哪里去了？大概都是汽座，然后饭店，然后连锁的，比如说烧烤店啊。当然我们有一般的宅配箱，然后去采。它的生长期是多少？从播种到采收大概1.5到2个月。比如说冬天的阳光比较温和，所以需要时间可能需要长一点点。再长一点。刚那边是原叶的，它这个是卷边的。你们猜猜看，这应用在哪里？很广哦。从早上起来要吃什么？三明治里面那个汉堡，就是用这个品种，因为它的卷叶就是很漂亮，很饱实。那再来你摸摸看，它就是非常薄，吃起来对啊很嫩。这哪一国的品种？荷兰的。全世界有各路不一样的品种。目前是荷兰的品种是最稳定，很多的种子都是从荷兰那边那个。那讲到种子，我们待会有一个播种作业，这么刚好今天要做这件事，就要做一下。哎呀，好有缘！刚不是说要去吃东西而已吗？对啊，我们大人最喜欢骗小孩了。为什么说它是里面最难的？它其实不是说搬多重，相反它非常的轻，手指捏起来快要看不到种子。里面你有看到它这么小？对，我们要把它放进去，看起来很轻，但很难。一定要用手吗？一定要用手。没有镊子吗？镊子你捏起来的时候可能会伤到种子。对，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植株长得不太好，它有可能就被破坏到了，所以它的根系就会不漂亮。
太里小面了顺太里面了，它会长不出来。你看我这颗种子，就在边边而已。没有，它看得到，但你摸不到。但你如果看不到，它就长不出来了。姐姐，那你可以再示范一次吗？一点点成功。好像真的有点困难哦。什么叫一点点成功？因为就有大部分不成功。它就是已经一半沉进去里来，面。仔细看一下，先放，然后轻轻的。对，有看到吗？哦，有一点点黑黑的。对，有要看到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要给那个国中生来做了。哎，有一点点。对，哎，佳佳盆，佳佳比较年轻啊，我比较小。可以来应征吗？可以哦，你的再看接下来有没有成功，但速度好像有点慢。这样子可能不符合经济效益。掉进去了啦！你看它有点了，它就是要一点点，但它又要快。哇，你是专业的，真的蛮难。然后它长到一定的程度，再移株进保丽龙里面吗？对，每个种子都这么小颗啊？生菜都很小颗。那我们以前有种过小白菜啊、小松菜，它种子就比较大颗。好，对。就因为它的难度呢非常高，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由你来做。这该不会又有机器吧？是有机器，但因为机器现在很贵，我们不符合经济效益的。播种有机器，你花了钱就有人帮你设计出来，但是机器一台70-80万块。哎呦，所以还是要乖乖的人工来。所以还是你们两个来比赛好。佳佳可以吗？来，要不然他讲得很骄傲这样子。外面请计时哦，就一条，预备开始。现在就计时了。哎，掉进去了。掉进去，但他看得到啊。你有没有看得到？对，有点阴影。好了，好，几秒。佳佳。佳佳哥哥，不要再挣扎了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好，第一颗放好几秒。12秒。人家10颗10秒。好的，我们1分钟后回来看你。放弃了，这真的很难呐，很难呐。好了。这个小师姐姐，因为我们看你做的这么专业，我们就决定了，全部都留给你，都是你的。然后专业呗，好专业，还有更小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都是从这么小，是的，再孵化出来到这么大。没有错，都是我一颗一颗这样子放进去剥出来的。你看那边更小，这是最年轻的，那往前。就是在上一周的，是轮作，就是我每个礼拜种，每个礼拜吃。过去呢，还要修根，土地要安养一下。水根没有这个问题，我就是每周，我的产能是很稳定的，我的供应是稳定的。那这个水呢，就是单纯的水，它其实就是有加了营养液，蔬菜需要的养分就是透过水里面我们提供给它。刚刚的那个根系啊，杯子啦，回来它就这个东西加不掉。那我们现在需要你的营养，可以吃了吧？当然没问题。哇，下午茶哎，来，先喝一下锦鲤汤，对不对？特别准备的，好浓哦。除了生菜还有什么？水果啊，很浓稠，但喝起来又很清爽。里面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品种，这个营养很健康又营养，而且很方便，活力又来了，满血了。先吃一下沙，现采的哦。刚刚有讲哦，口感清脆，就是它的。对，红宝石就是这个，那你这个就是口感嫩的。有没有卡兹的感觉？这是脆的哈，我这是嫩的。那个清脆，那种草香，来2片红宝石。这是绿火焰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绿火焰。我要吃脆的，最好吃的。对，这是我个人觉得，这是我吃比较清脆的，那又不会有比较其他的味道，其实它就一个鲜甜味。我刚刚就把火焰跟红宝石一起吃，我就发现火焰里有红宝石，红宝石里面有火焰。其实生菜变主角了，太好吃了，而且不会有那种生菜那种涩味，或者是跟水质有关，就是你加了很多的那个养分在里面。对，它就是吸收很好的怎么会？对啊，来一餐完全是生菜的下午茶，我觉得非常棒，好喜欢。所以身体的负担不要那么重啊。原型食物现在很流行的，就是看得到健康，吃得下去也健康。因为其实生菜的纤维对肠胃是很好的，比较不会有那么多负担在里面。哦，东哥也想要，东哥没有哦，不能。它对那个肉片其实会提味，会解腻。对。听起来真的太享受了，我要回头吃菜。哇，第一次吃生菜可以吃到这么大厨，所以你的虾子完全沦为配角。最后加，太喜欢了。这一趟呢，我们都是能隐藏版级的，一般人是不会知道这种地方的，加上这种隐藏版的东西更难了。但是像我们这样能做下来，麻烦你提早跟小师联络，别人可能没有机会。
我们还有双手要借给我们，我看着我的嘴巴，笑了嘞，出发吧！喜欢带着简单行囊、说走就走的旅行风格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们一起骑上热血摩托车，充电去！